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and good morning to our magicians and the blockchain enthused. Today is 27th of February, and as usual, we have this monthly Ask Me Anything AMA with our CEO, Mr. Oventao. And it's quite encouraging to see there are over 220 questions coming from our community. So this is a good sign. And I know Owen is pretty busy, so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start with the first question. And as usual, this AMM will be conducted in Mandarin, and so that Owen can disseminate more information and to kind of educate in more details, so that the magicians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it is, why we are doing this, and why does it matter to you. So yes, let's start with the first question. Coming from Stanley Breeze, can users customize or extend the functionality of intelligent contracts generated by Matrix AI Legworks platform beyond the initial translation from natural language to Solidity code?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because we just released the first version of intelligent contract. And today we have quite a number of questions concerning about the intelligent contract, and this is one of them. Right, so Owen, over to you for this question. Are you ready? Yes. Good, go ahead. Thanks. 好的。在我们的这个 intelligent contract 里，其实它最核心的功能是用户，它会直接将用户的这个自然语言转换成相应的代码去输出出来。对，这个整个工作流程是这样的，是用户先用自然语言输入他对这个代码或者合约的需求的一些描述，我需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我的要求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的 intelligent contract 会输出相应的代码，然后之后我们还集成了这个相应的编译的功能进去，然后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并没有给用户直接去部署的这样一个功能，就部署的话还是需要用户自己去部署的，因为在上一次的 AMA 我也提到了。用户可以直接在 YouTube 上，或者是去找，到相应的这个教程部署，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就是我认为绝大多数人看过教程之后，都可以自己完成这个过程。所以核心就是在前面的是通过自然语言，然后会生成一个代码并输出出来。那么生成的这个代码，对于用户来说，他在去部署之前，如果你是一个有这个 smart contract 的这个编程功底的用户，你是可以对这段代码去进行改动和扩展的。你可以把自己需要额外的一些东西加入到这个里面上来。所以呢，就是说，就是如果你对现有的这个输出的内容，你认为不足以满足你所有的功能需求，你是可以自己往上去添加新的功能模块到这个代码里头去，然后你再去编译，只要编译 OK，你再去部署就好了。所以呢，用户是可以自己来做这样一件事情的。然后，当然，我们也在接下来的版本，我们会推出一些，就是让用户他通过自然语言来去对这些代码进行一些完善的功能。这个功能目前我们现在的版本还没有，我们现在的版本就是一次输入会有一次对应的输出。对，然后那么你需要调整输出内容的话，就是你需要去编辑自己前面输出的语言的描述的一些细节，然后它可能会输出一个更好的版本。我们计划在未来的版本中去增加这样一些功能，就是我可以直接对我上一次输出内容，我觉得有哪些不满意或者不足的地方，我直接通过语言的表达，然后它就直接像对话一样的，在下一次输出中就把我需要的东西，就直接修改到原来的这代码里了，而不是说我每次都要完整的再去输入一次完整的需求。这是我们在未来的这个版本中，我们是计划去增加的功能。然后在现在的版本中，包括未来的版本，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 smart contract 的这样一个代码工程师或者爱好者也好，你可以去自定义、自己去编辑、增加功能，甚至是去修改输出代码里的一些参数，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OK，陶总，那个现在咱们整个社区都对 intelligent contract 非常有兴趣，然后不同的人都帮咱们做了测试，然后反响也非常不错。那刚才你有回答了两个点，一个是
我们可以针对输出来的代码，然后再去修改当中需要修改的东西。其实这个就像我们在使用 ChatGPT，我们对一个输出的话不满意，我们可以让它保留，比如说它是产出一大段的东西，我们可以让它保留某一些段的东西，只是针对某一段或者某一些的内容去进行这个修改。这个是就好像跟 ChatGPT 是一个类同的一个关系。那另外刚才你提到了另外一个点，就是可以把输入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定制一些想要的东西，就好像也是类似 ChatGPT 一样，就是你可以输入你的东西，然后定制你自己专属的 ChatGPT 的一个 agent，然后你再去用到不同的这个方方面面里面去，是不是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呢？目前我们并不支持用户去用自己的开放数据库去训练自己的这个intelligent contract 的这个模型，这个跟这个ChatGPT 还是不太一样。ChatGPT 是允许用户去上传一个自己的知识库嘛。目前就是我们并不支持这个功能，主要原因还是其实我们有很多考虑的。第一个就是说，目前我这么说吧，就是在我们来训练的过程中，我们无论是从 GitHub 上也好，我们还是说从这 EtherScan 上找到所有的这个开源的这些合约，这些作为我们原始语料来说，它的这个数量级的这个数据库的大小，跟其他的计算机语言，比如说 Java，比如说 Python 相比的话，数量级小了很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数量级的情况下，如果让用户再去定义自己的知识库的情况下，我们之前是做过一些试验的，这种效果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现在并不能说开放一个接口让用户去上传自己的这个知识库。其实我大概想到，如果一个用户他去上传这些知识库，呃，不能说100%吧，99%的可能是我们已经拿这个知识库去输入到我们的这个模型中去，已经进行过训练，同时把它作为向量数据库放到我们这个数据库里。所以就是做这样一个工作呢，第一可能不会有效的提升这个模型的一个工作效率，然后第二呢，可能还会造成一些可能反应不太好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现在并没有，就是咱们并没有开放这样一个接口，允许大家像 ChatGPT 一样去上传一个自己的知识库。当然，对于输出的结果，你想去自定义一些东西，调整一些东西，这个是可以的。OK，刚才其实我考虑的没有陶总那么深远，我是说，比如说我做了一个所谓的 meta prompt 放到 ChatGPT 里面，那这个 meta prompt 是关系到，比如说我要生成一个所谓的 social media 的一个 strategy，那我就把它定义成就是我每一次我需要动用到这个 social media strategy，我就调用到这个 agent 去帮我去做这个东西，就是我不需要输入我太多的这个内容进去，让他知道我的一些什么情况。我就是说一个 meta prompt，然后把这个 meta prompt 变成这个 agent，然后利用这个 ChatGPT 每次都帮我去执行这个任务，这样子。OK， 那当然陶总比我考虑的更加深远。OK， 好。So the second question still concerning the intelligent contract coming from Stephanie Bleach. Okay, still the same. All right. So how does Morpheus handle semantic nuances and context dependence in natural language input to ensure accurate translation into Solidity code? 在这个里边呢，其实就是我们也提到了，我们在这里头是使用 Morpheus 来解决这个我们关于这个自然语言输入的一些理解的问题。那么它其实大概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是其实计算机它并不能真正理解到我们的这个输入的自然语言是什么意思，它其实并不能真正理解到它输入自然语言是什么意思。所以呢，就是其实是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是把所有的自然语言，我们给它进行了一个一个非常小单元的拆分，无论是字也好，或者词也好。那么这些词呢，我们把它转换成数字的方式存储到数据库中。那么就是在这个行业里，我们管这个东西叫向量，把这个东西做成向量去存储到数据库中。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构建了一个关于
Solidity 的一个向量数据库，Solidity 的一个向量数据库。那么在把它翻译成向量的过程中，我们会把它这个语言变成一个标准化的东西，然后再去和 Solidity 里标准的这样一个向量去做匹配，保证可以就是那个能够尽可能的准确的反映用户他最初的一个需求。对，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进行了大量的一些优化和调试的。对，这个对于就是其中也采取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让这个每次的反馈就无论是监督式和非监督式的，那么就是反映的结果它都是有一定的评分机制，然后不断的让这个效果去更好。但是目前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现在推出的第一个版本，首先第一个版本我们还不能去做非常非常复杂的合约，就我们就说简单合约，我们也不能说它100%的理解是正确的，就哪怕是我们现在用比较成熟的 ChatGPT 它去翻译的时候，它偶尔也会出现纰漏。那其实这就是向量对应的一些问题，向量对应的问题。就其实今天就哪怕我跟 Eric 在面对面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就其实可能对某一个词的理解也是会有差异的。对，就像对，刚才那个问题一样。对，这个是没办法去100%避免的，就是只能说通过训练调优，同时采用这种向量匹配的方式，逐渐的把这个理解的准确度提高，可能提高到95%、99%。对，那我们觉得它就已经是一个可用的工具了。但是100%，我觉得目前是做不到的，未来我觉得也不可能做到。OK， 谢谢 Owen。All right, so Stefan, I think Owen just answered your question with proper expectation management, and this is our first version. And we do realize there could be some areas that we want to improve, and there are some functions that we want to incorporate. But yeah, again, it's just the first version, and the first version it performs quite well indeed. So we have full confidence in the version upcoming. So yeah, stay tuned for that. The second question is still concerning about the intelligent contract coming from Daniel9824. How does intelligent contract align with industry standards and best practices in smart contract development, providing a reliable and compliant solution for the developers? So the target is about the developers and how we can incorporate those best practices to help the developers to generate smart contract cooks. Yes, Owen? 就是首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型它本身也是在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我们会不断的把最新的一些智能合约的一些标准，包括最新的一些智能合约，不断的作为最新的语料，丢到我们的这个训练数据，丢到我们的这个数据库中，同时也会对这些各种合约的模块去创建他们的向量数据库，来保证我们的这个模型可以实时的去这个执行最新的这种有能力去写最新的这种标准合约和最新的这些功能模块。这其实跟那个ChatGPT 的方式是比较像的。ChatGPT 它也是需要每年把最新的一年的一些语料丢进数据库去训练，否则 ChatGPT 它是没办法去回答当前的一些问题。对，这个是非常接近的，这是第一点。我们会不断的更新我们的自己的这个知识库以及向量数据库，还有更新我们去训练模型的这个数据，包括大家未来在用这个模型的时候去产生的这些模型就产生的这个代码和合约。对，这个大家其实在用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些都是被记录下来的，我们也会把这个结果写到链上。大家这些未来都是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去训练的一些资料。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在未来它开放运行的时候，我们也会实时的去随机筛选这些合约，去进行一些类似于像代码审计的一些工作。对，让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安全的这些就是管合约安全的这个机构也好，个人也好，他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合约在这个旅程中是否会出现一些漏洞。当然我们会采取一些双盲的一些方式了，把人写的和我们机器写的就是同时送过去，然后而且是随机挑选的，然后来评判我们的这个
写合约的这个能力是不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和标准。对，然后在未来，无论就是目前我们其实支持了很多种这个类型的合约，包括721、115等等等等。当然，对于这些新的标准的支持，我们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当然，就是目前支持的最好的是 ERC20，然后是 ERC721。最大的原因是这两个标准下的合约的数据库是最庞大的。对于那些新的标准，像115，他们的数据库是很小。所以用这些东西，虽然我们的这个模型目前是可以去写这些类型的合约的，但是效果肯定是比像 ERC20或者是721的效果要差很多。对，但是随着这些行业的推进，我们也会不断的丰富我们的数据库，让我们的这个模型可以执行更多的标准，然后能写出更好的、更安全的这些合约来供大家使用。对，目前是这样一个规划。Okay, thanks, Alvin. So the last question about the intelligent contract comes from So the last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sorry, there's some tech issue happened. All right, just like our life, anything could happen. All right, last question about the intelligent contract coming from Angel Murray 02. In what ways does the intelligent contract platform facilitate the creation of cross-chain smart contracts to enable seamless interaction and interoperability between different blockchain networks? Interesting question. Yeah. 好的，目前就是我再重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这个推出的这个 Intelligent Contract 的版本的它的一个功能流程。第一步呢，用户需要用自然语言去输入你对合约或者是对这个代码的一个要求，就是我想做什么，我想写一个什么样的代码。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大模型经过推理之后，它会给你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以代码的形式存在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紧接着下一步呢，是我们可以让用户，我们集成了这个编译的功能，用户可以直接去编译，但我们最后并没有给用户提供一个直接部署的界面。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代码，我举一个例子，拿 ERC20 代码为例，你去放到任何一个执行 ERC20 标准的这个链上，你都是可以去部署的。就比如说，我们拿这个就是写了一份代码，我们可以在这个以太坊上部署，我们也可以在以太坊的 Classic 的这个上面去部署，我们可以在 BSC 上去部署。对，所有支持这个标准的，你都是可以去部署的。所以这个就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跨链的问题。然后在未来我们可能还会去支持一些更多的语言，比如说我们支持木语言，对吧？那木语言你写出来的东西的话，你可以在 Aptos 上去部署，也可以在 Sway 上去部署。对，所以呢，目前主流的智能合约的语言和标准其实就那么几种，我们一步一步去完善支持它们。那么其实支持这些智能合约 UIM 的这些主链，你在任何一条链上都可以去自行的去部署，其实流程都差不多。所以这个就解决了你所谓的这个跨链的问题，因为这个同一个合约在不同链上去进行多次部署也是没问题的，所以就是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Okay, 好的，谢谢 Alvin. Right, so this concludes the part 1 of this AMA. So we answered the question that we selected about the topic of intelligent contract. Before we move on to the part 2, I would just like to share the experience of those so-called animation generated AI tools. For example, when the Runway Gen 2 just released, everybody is facilitated about it, and meanwhile we found different problems, we found different issues concerning the animation generated by Runway, and then we have the Runway Gen 2, right? So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we have this intelligent contract version 1, all right? So people are fascinated about the function, they tried it out and they give us very positive feedbacks, and they give us a lot of energy to move on, and this is a positive side. And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we still have to manage expectation because it's a version 1, and yeah, and thanks for all your support.
And look at now, we have Sora AI, right? So all this animation generated by AI will be improved bit by bit progressively, and likewise our intelligent contract function that the platform, including the function and features that we're going to develop. So yes, stay tuned about this intelligent contract. And if you have any ideas that you want our intelligent contract development team to incorporate, or you want to work with us in terms of developing the intelligent contract platform, to reach me. Thanks for that. All right, so let's move on to part 2, and this part 2 is about the BCI, the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First question coming from Douglas. Actually, Douglas has 2 questions. First question: how does Matrix AI legwork integrate avatar intelligence with BCI technology to enable seamless interaction between users and virtual environments? So these are the first questions. Owen. 好的，首先就是我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提的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 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可能大家认为的，比如说我在一个虚拟世界中有一个化身，我去操作它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对，那个事情不是那个 Matrix AI 目前想做的事情。我们想做的是 Avatar Intelligence 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核心功能是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它在我们不在线的时候，比如说未来无论是 Web3 也好，还是 Metaverse 也好，如果我们用户不在线的时候，它可以去替我们做一些需要去做的事情，比如说去做一些投票，处理一些数据。对，这个是 Avatar Intelligence 存在的第一个意义，就是在用户不在线的时候，也可以在维持用户在这个虚拟世界中的生活和一些必要的去操作的一些功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作为用户在线的时候 ，Avatar Intelligence 是作为用户的一个助手。对，因为我在多次在 AMA 中我都提到了，未来的虚拟世界中会有大量的数据流，这些数据流用我们人脑的处理方式肯定是处理不了的，对吧？所以这些呢是需要我们的一个 Avatar Intelligence， 它因为它是一个 AI 算法的东西，它可以非常基本上是零延时的接触到数据，同时按照我们的一些思维方式去进行一个处理和反馈，这是我们要做 Avatar Intelligence 的一个初衷，它核心是去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对，那么所以我们目前想采用的这个解决方案呢，其实是我们也是用两方面来走的。第一方面，我们是希望结合这个脑科学，对，通过就是这个就是大脑接口方面的一些技术，把我们脑电波里的一些数据分离出来，作为我们创建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 的一部分的原始的数据。然后另外一部分呢，我们就是要通过大模型了。我们现在用的是我们的 Morpheus。对 Morpheus 呢，就是说通过我用户与 Morpheus 之间的交流，它去学习我们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我们的价值观，然后最后我们希望把这两个融合在一起，来创造用户的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对，所以呢，最后创造出这样一个 Avatar Intelligence 呢，那么它刚才去解决我刚才提到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让用户不在线的时候也可以去在虚拟世界中去处理相应的事务。另一方面是我们在线的时候，它可以协助我们去更高效的处理这些事务。对。那么至于就是未来的在这个虚拟世界中的这个无缝的这个体验，其实大家看了一些电影，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说 Matrix 吧，对不对？就是通过脑机接口人进入了这个虚拟世界中的。那么这些其实是依托于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那么就可以达到那样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对，但那个场景并不是 Matrix AI 目前主要在做的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说，当你有一天可以通过脑机接口直接进入到虚拟世界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一个根据用大模型以及你的脑波训练出来的一个几乎和你一模一样的助手，他去帮助你在虚拟世界中一起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以及当我不在线的时候，它代替你在虚拟世界中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对，这个是我们
要做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在未来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当然这不是一个短期目标了，肯定是说这个东西是直接是通过我们的大脑的脑机接口去进行交互的，而我不需要再去有过多的一些输入，比如说语言啊，或者是打字啊，或者鼠标键盘的这些输入。我们希望是未来完全是依托于脑机接口的这样一个输入方式来进行一个互动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畅想。Okay. Right. So two more questions before we finish. Still about the BCI. Coming from Joe Boy, the new invention telepathy, does it also have a disadvantage to the brain? 目前呢，就是我们在做我们的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也在考虑脑科学的一个发展阶段。在我们目前第一阶段，我们采用的还是一个非侵入式的一个技术。目前呢，这个技术呢，就是它其实是两方面的，它其实一方面是从大脑去收集数据，这个收集数据目前来说，我可以说是对大脑没有任何的损伤，没有任何的不好的影响。然后同时我们想做的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它会去对大脑进行一些正向反馈。那么这个我们要走的流程也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一个科研型的流程。它首先要在实验室中去做相应的实验，第二的话也会有相应的一些临床实验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来保证这个东西对大脑不会有什么损伤。目前我们已经筛选出来的我们打算要做的一些对大脑的正向反馈，目前就是根据实验和一些数据表明的话，它并不会对大脑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对，然后但是呢，目前对于一个就是如果想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呢，那肯定是侵入式的效果要比非侵入式的会更好。但是目前侵入式的从各方面来说，无论是这个技术的成熟度，还有人们的这个心理的接受度，还有伦理道德各方面的问题呢，它并不能直接应用于商用。所以，而且对于这个侵入式它对大脑的这些影响来说的话，目前很多的数据也是未可知的。所以我们并没有去采用这样一种方式，而是采用了比较保险安全的方式，我们采用了非侵入式的这样一个技术手段。所以目前我们采用这个技术手段对大脑并不会有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Okay. So here comes our final question coming from Best to One. What is the blockchain technology's justification, and what novelities can it offer the BCI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In the next 5 years, where do you envision Matrix? Yeah, so three sub-questions in these questions. Yeah. 好的，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选择区块链技术有2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方面对于脑机接口来说的话，脑机接口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技术。所有比较新颖的技术，它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所随之而来的这些监管也好，法律也好，都是处于一个探索的，并不是非常完善的这样一个阶段。对，所以呢，就是脑机接口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数据来说，其实也是用户非常重要的资产和隐私。而目前对这方面的数据的，无论是使用或者是保护，各方面都没有比较明确的这种法规，因为这个社会随着新科技的进步，它总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去了解这个新生事物，然后去制定一些比较合理的方式去管理它。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区块链技术对于脑机接口的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第一，我们采用了基于区块链的一个分布式存储，对吧？它其实对于我们用户的这个数据的安全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好处的。对，同时呢，区块链它也可以很好对我们的数据进行确权，那么可以把用户的脑电波数据标记成这个用户自己的数据。然后同时在 Matrix 上的 Menta 我们也采用了分布式的隐私计算，就是在使用用户的数据的时候呢，那么也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所以呢，区块链技术采用区块链第一个理由呢，它对脑接口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有效的去保护脑机接口用户的数据的隐私安全，以及确保它们为是用户自己的资产，这是第一点，我们用区块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而第二点非常重要的理由呢，就是我们正在积极的拥抱下一个Web3的时代。Web3的时代一定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在目前来看，去中心化的这个技术中，目前最有机会成熟商用的技术一定是区块链技术。所以呢，就是我们设计这些东西也是在为下一个时代做准备。所以我们一定是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使用了区块链技术来结合脑机接口技术来做这件事情的原因，两个原因。一方面，它对脑机接口本身也是有益的；第二个，也是我们下一步的商业发展的需要。在接下来5年里，我们的一个最大设想，我是希望我们的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 是可以上线，然后同时有用户来再使用。那么如果更好的话，它已经，当然这个也和这个整个 Web3以及这个 Metaverse 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如果那个时候 Web3或者 Metaverse 发展的已经很成熟了，我们也希望就是所有的我们的 Avatar Intelligence 已经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中去自由的移民和使用。这是我们在未来的5年中希望看到的一个场景。Okay, 谢谢 Owen. So this concludes the AMA for February. And before I end this, just to let you know that Ethan, our head for product for internet contract, he will have an AMA with us. And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do submit to us, and we will have a Twitter event, and you can submit your questions under that tweet, and we'll select questions and to be answered in the AMA with Ethan. And as usual, what those selected questions will be rewarded with payment. So when that event is released, to participate and submit questions so that we can answer by the product head Ethan. Okay, thanks. And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say to the community, Owen? And what would be the most inspiring questions for this AMA? 陶总，你这边觉得哪一个问题最有启发性呢？就第一个问题吧。不，就是第一个问题。OK， 第一个就是问题。你就是自定义的扩展那个，我觉得就是包括艾瑞克你的解释，我觉得未来那个是我们可以考虑去增加的。OK， 你是说我也有奖励是吗？对。Thanks, Owen. All right. So, 陶总在结束之前有没有一些话想要说的呢？1-2句话想要跟咱们社区说的呢？希望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现在马上在对这个 intelligent contract 去做一些测试嘛，然后包括大家有一些对它的未来的使用，包括商业化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包括也比较好资源，都欢迎来找到 Eric 我们来一起来把这个东西。对，因为现在就是随着 AI 的快速发展，就是大模型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了。然后同时结合着未来的Web3 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 intelligent contract 应该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Okay, that's right. Okay, thanks, Owen, and thanks all magicians. And that's all for February AMA. And keep submitting your questions. Stay tuned for the March AMA. Until then, stay safe and keep supporting Matrix. Thanks a lot. Bye. Bye bye.